来 update 一下我的小窗台。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会疯狂的摸这些植物，我就是一天都要摸它们好几次，然后手一直在那边搓土，就是一直看湿度怎么样啊。因为像最近那个天气就是突然爆热到35度，然后喷土就会干得很快。它是用之前浇水频率的话，很快就跟不上。像这边就有这个干掉的叶子，应该也是。就太急了，或是太干燥了，所以导致这个叶子焦掉。先更新这个超级大暴涨柠檬竹芋，我非常非常开心，它在这边住得很好，它几乎完全没有适应期，叶子就是一片一片的长，然后换盆后也完全没有停下来。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空间怪兽了，因为竹芋就是会有睡眠运动，它们就是会整天这样子开合，所以要像它这样就是会趴在别人身上，趴在别人的盆子上。然后你就要给它范围很大的伸展空间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还有这个白雪姬常春藤，是在建国花市买的，超级美。就是浅色叶子上面会有斑纹，超级可爱的。但我发现它好像长蛮慢的，它到现在只长了一小片叶子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光对它来说够不够。反正它只要换盆后没有变烂，我都当做它很开心。然后是这个奢华火鹤，这也是以前梦幻逸品，以前就是要5000块之类的，但现在我就是300块就买到，而且真的超级美。然后它的新芽也长出来了，这个第一片新芽，哎呦，超级可爱哎。然后这是什么？羽猎蓝星蕨。就是在很多年前被那个韩国的居家账号烧到，过了好几年，台湾才终于有看到这个品种。然后这个蝴蝶圣蕨也是，其实它这个形态没有很好看，我就看我慢慢养，可不可以把它养出漂亮的形态，就是变成这样整个张开来的那种。但它现在一直焦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它也是有长出这个小的新芽，就是令人非常欣慰，没有一直坏下去。这盆算是过比较久才开始适应。然后后面这盆呢是一个叫做彩虹草的食虫植物，就是它会上面有非常多汁液。我当初看到很漂亮，我就先买了，但后来我才发现它就是登养也有点困难，而且它竟然是1年生的植物，就它1年就会死掉。然后它就真的有捕到虫而且都蛮大只的。我一方面觉得很爽，一方面又觉得很崩溃。这彩虹草太强了吧！这么大只的虫也抓得到，你不要伤到彩虹草，它这么努力的工作，跟我一样。我怎么我房间会有这种虫啦？我真的要生气了。哇！谢谢您，捕虫战士，你是真正的彩虹草。还有前几天去花市买的蝙蝠草，后来还是决定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但看它这个状态，看起来已经快不行了耶！怎么那么难养啊？而且卖家讲的跟 AI 讲的那个养护环境差蛮多的。这个盆也是在建国花市买的，是一个新看到的意大利陶盆，也是蛮好看的，会让人很想吃那种什么提拉米苏。然后这2盆算是新入住的居民。都是超级便宜的竹芋，它是我在4盆100里面买的2盆，就是猫眼竹芋跟飞羽竹芋。我平常去逛的花市，它是有卖飞羽竹芋，但它的品相看起来都没有很好，就是看起来是出养的那种，你必须自己再回来整理一下。后面这个猫眼竹芋，我一直觉得它的叶子超级好看，虽然它25块。但这个是2500块的花纹吧，超有特色，很像用画的。以前刚入植物坑看到这个就一直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很像是人为创作，让我压力山大的天鹅绒竹芋，它应该是竹芋界里面数1数2难养的。但我竟然帮它养出了这个新的叶子，这对我来说已经毕业了，我超开心。我觉得养植物最好玩的一点就是。你不能说环境调好就调好，因为它有可能会完全无法控制这个环境，你必须要赶快去调整。还有这个蓝蕨，我很开心它存活下来了，因为你看，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它的盆内的叶子会干掉，但是它旁边长出来的叶子超级茂盛的，就是
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我还在想办法搞懂它。我先拿一下它的重量。哇，看来它非常的渴。这边已经被砍到丑到不行，它曾经有长得很好过，但后面一直都好不起来，就是一直奄奄一息，快死的样子，像这样子。前阵子就是下定决心帮它脱盆看一下，就发现它里面的土全部变成粘土，它的土全部结块，我甚至倒不出来。我就心一惊，赶快抢救它，因为它的根系其实很健康。我帮它换盆，重新整理以后，它整个开始大暴涨，就它现在已经长出这个叶子来。我超级开心，这是我觉得我近期让我最感到有价值的一件事情。感觉近1年很红的火焰龟背芋，我看日本跟台湾、欧美应该也是，就是很多都在流行这个。它叶形超级美，就是很利落。我也很期待它变成裂叶后的样子。我不知道在这边有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总觉得这边光照没有很足。我自己有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当你植物养不好的时候，就是你买的不够多，因为当你把它们全部群聚在一起，它们就会自己形成一个小生态环境，就是湿度提高干嘛的，然后它们就会互相长得很好。当然要小心虫害，因为全部放在一起，虫害一来也是团灭。我整天在调整这些植物的位置，像这个竹芋，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大了，我最后就把它从角落移出来，然后把一些植物塞进那个灯下面。这个柠檬竹芋已经超级大爆盆了耶，而且还开一堆小花，有够可爱的。因为它不管怎么浇水，拿起来都很轻，所以这其实应该是一个换盆的讯号。只是我不知道要不要现在帮它换盆，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。近看这个小花。这个画面呈现2个资讯，第一个就是我还是买了粘虫纸，因为真的好多小飞虫哦。第二个就是天鹅绒竹芋果然快挂了，它叶子开始卷成乱七八糟的样子，我也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。还有另外一位快挂的是这个，我真的不懂，我在看我旧的影片才发现我那时候还很开心，它又长出一片叶子，结果它现在那片叶子又枯掉了。它下面是还有长出新的芽啦，它就是一直这样子很虚弱的样子。然后这个蝙蝠草意外的有活下来，我超开心的。虽然它现在看起来状况没有很好，因为我前几天干到它，然后它的那些老叶马上就还给我看。不过它还是有长很多新的叶子，所以就还好，至少有在冒新芽都不错。它现在就让我蛮抖的，然后我发现它需要的水也比我想象中的多，所以我会再勇敢的提高我的浇水频率看看。这蝴蝶圣蕨也长出很多小叶子了，然后它的枯叶的状况也有改善，所以我想说它应该是现在终于才比较适应了吧。这盆是家里本来就有的乌素兰。它超扯的，我把它换盆种到这个盆子里，它直接冒出4、5个芽点，然后全部都大暴涨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。这个牛奶紫屑终于长新叶了，它已经耗掉好多片叶子，它的根系也已经从底部窜出来了，但是我看它就是它的那个芽都一直没有动，直到最近才终于动。不过它也已经耗掉3、4片叶子了吧？我希望这个芽长出来之后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。而且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跟这个卖家买植物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植物都没有特别健康。这是我现在很喜欢的小造景，是 Killer Queen 在帮我看的这个毛毡台。这奢华火鹤已经完全失控了，我真的很懂养火鹤的成就感了耶！它还在逐渐的长大，我不知道这个叶子会大成什么样子。它已经比我手掌还大然后它颜色也已经慢慢转深绿了。我猜它这个叶子应该也不会变得真的很深的绿色，但是超级好看，它已经快要塞不下这个层架里面。不过这也证明一件事，就是我房间湿度真的高到让人发疯我竟然不用放在植物柜里面，然后这个火鹤也可以长成这样。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被那个驯化之类的啦，对，但我想发疯。火鹤差不多长这么大了，我等了很久，它终于也出新芽了。
超棒的，很期待这第二个新芽会不会长得比第一片还大。水美园买的迷彩出乐草也都顺利展开新芽了，这叶子花色超美的耶！之前有点担心的蝴蝶圣蕨，它现在也是疯狂的冒芽，非常健康。它的老叶还是一直枯掉啊，不过那个冒芽比例跟老叶枯掉的比例是 OK 的。这个羽裂蓝心蕨就是长得非常好哎，我把它种进这个提拉米苏盆之后，就看起来住得很舒适，它整个很放肆的生长，就我很期待把它换到什么5寸、7寸盆那种超巨大盆栽里面。这个孔雀木平常比较少介绍它，我刚把它拿下来清洁的时候又被它美到了。我真的觉得它这样的小树形态有够好看，比大树还更秀气的感觉。然后有点微微的担心这盆猫眼竹芋，因为照理来说，虽然它会睡眠运动，可是它应该都是这样直立的吧，这样子立起来的，它应该有办法整个立起来吧。但它到我家之后，好像都是这样垂下来的状态，哎，虽然是还活得不错，但我想说，我什么都没看它立起来过，然后会有点这种像晒伤的黄色的，不知道是湿度太低还是什么。这个蓝蕨在我帮它铺上铺面之后，它那个盆内蕉叶的情况有改善哎，好神奇哦！我发现蓝蕨可能没那么适合用陶盆种。只是我就是都不想动它们了，先这样子撑到秋天看看，至少它都还有在健康生长就够了啦。这彩虹草在灯阳下反而全部晒成红色的耶，但我还是觉得灯阳应该没办法让它开花。然后天鹅绒竹芋果然还是挂了，我们缅怀它，这才是养植物的常态。柠檬竹芋长得非常好，我把它换到超大盆之后，它还是狂冒新芽。它之前有开很多小花，但后来我还是把它剪掉了，因为它的花一直掉下来，让我有点烦。就是我要一直清理它的花，它花大概12天就会枯萎了。然后我把它花剪掉后，它又开始狂冒新芽，真是神奇耶！不过我一直会有点担心它会不会太茂密啊，我没有特别修剪，因为我看大家养的都是那个一大盆，像雨伞这样，我就没有特别动它。来拍一下水美园买的果冻瓶。看不太出来有没有长大哎，其实应该是有啦，但它上面冒出去的那个触角好像黑掉了。然后这核果芋真的让我很不耐烦哎，它这个芽冒了超久，然后到现在还没长好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这个房间不适合核果芋哎，核果芋要怎么种啦？灰幽灵核果芋也是，它现在新叶都打不开，然后都会直接黑掉。到底是怎样啦？可是它还是会一直冒出新芽，所以我也搞不懂是什么状况。我就觉得是这个卖家的问题。可是蝙蝠草我也把它换位置了，因为就是如大家所见，它看起来是岌岌可危。它长出来的叶子一直黄掉，而且它叶子一直长不大。所以我想说，难道有可能是这边太亮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会养啦。今天一直暴怒是怎样？我最近的心情非常沉重，因为我这个窗台也出事了，窗台开始遭受虫害，就是被蓟马给侵占，很多植物上面都有蓟马的踪迹。然后像柠檬珠也是，它叶子开始有点这样子很不健康，然后其实它叶子上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小的桃红色的点点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卵还是什么虫，反正就是要这样一片面清它们，好累哦。新的叶子上看起来它看起来有那个虫的大便哎，还真的是虫卵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一切已经失控了，让人非常心累。然后这雪花这样子，它上面这样白白的，看起来也很像有虫，怎么一堆虫啦？我没有想过最后这支影片是这样子结束。就是在一个苦难中结束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植物系列，但我会加油的。因为当你把它们全部群聚在一起，它们就自己形成一个小生态环境，就是湿度提高干嘛的，然后它们就会互相长得很好。当然要小心虫害，因为全部放在一起，虫害必然也是